欢迎大家又聊什么？我们身上的马化的地方，就是被马来西亚化的地方，对吗？然后我看你今天把题目定成了叫变10大改变，怎么讲呢？我手上有5大改变，我写了5张卡片啊，对不对啊？那么一样的，王太手上也有怎么样？5张卡片，而且我们互相都没有交换过。我们这个选题已经有2周了，我们也没有探讨过到底是什么。等一下呢，就一人讲一个，我先猜，他也猜我，讲对也好，讲错也罢，我们开始来说到底是什么改变。Round 1，我先来猜一下王太的吧。第一个我猜，你的生活变得更加简朴了，头发都开始自己剪了有没有这种？没有，错了。那给你抽一个，你先抽一个。好，大家先看，常微笑。你来说吧，什么叫常微笑？常微笑就是。你并不是受到别人的感染，因为路上的人大部分也是神色比较严峻的，但是你就是觉得这个天气很好，然后你发现说在路上的陌生人，特别是其他族裔的，我觉得非华人的这些印度裔的、马来裔的，跟你走路的时候会有眼神的交流之后，然后大家就情不自禁的说一声 hello。对，或者是 say hi 一下。所以你会发现，我如果这一张 poker face，配着别人这样的这个迎接不太好，然后天气又这么好，然后环境也那么好。我就会不自觉的脸上就是很不正经。就我以前工作的时候，因为我知道自己没有表情的时候看上去特别严肃，所以工作的时候我会训练自己说要嘴角上扬但是一种刻意的。对，是为了角色扮演。但是来到马来西亚之后，我发现说是非常发自内心的不正经的，在路上带着这样的笑。对。刚来的时候你也发现有自己有这种改变，那现在你再去回看这种改变，觉得有什么区别吗？我觉得可能现在已经是肌肉记忆了吧，就是你知道说你出去的时候要振奋精神啊，当然在家时候也经常是个样子。比如讲说我们家楼下不是有一个国民的中学嘛，他们有时候放国旗，我就跟着他们一块哼，然后边哼就是边带着笑容，因为我们家正好厨房朝的那一边，对不对？就不需要针对一个特定人笑了。对，你就在家里面关起门，你也是这个样子的感觉。来证明是一种心态的改变。是。我今天有一个微笑的案例啊，以前我就发现啊，你对一般的路人或者朋友甚至于保安，我们会对他微笑。今天我就发现哪怕你觉得他是不是现在挺累的、挺不舒服的，以前你绝对不会对他微笑的。我也尝试着对他微笑一下，因为我是发现别人也会这样对我的。比方说一个 janitor， 他正好走过去了，他也会冲我笑一笑，很开心，无忧无虑的。今天呢，我停车的时候，旁边是2个园丁还是怎样，就是皮肤黝黑，出着很多汗，他们是盘坐在地上在聊天呢，这天也挺热的。然后我就停车停到旁边，停完了我就冲他们笑笑。然后他们也很开心的冲我笑笑，我觉得挺好啊，很自然啊。以前你觉得微笑好像还有点奢侈的，是要怎么讲？你觉得他生活状态不错，他才可能会笑嘛，不然愁眉苦脸的人很多呀。是，我跟你说，由这个眼神开始，我还有个更过分的这个习惯，你知道吗？什么？在超市里面买东西的时候，听到那个背景音乐会哼歌，然后还会哼出声音。都染上我的习惯了。就是那个哈利瓦亚那一阵，不是老是放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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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对吗？对，就那首哈利瓦亚的歌，一天到晚就哼嘛。还有就是那个。就是马来西亚之子，就是我以前也做铃声的，噔噔噔噔噔噔噔。还有就是我们楼下放的马来西亚国歌和这个雪兰莪的猪歌，我从来没注意。他们每次放2个。是这样的。对。OK， 这都是笑点了，笑点变多了啊！是，有趣啊。好，那你猜一个我的吧。你啊。我看有没有啊？就是短裤拖鞋化，有吗？我没有直接是这样子的，但我想讲一个类似的吧。OK。我这里写了2个字啊，比较费解。我觉得我这回写的跟回想以前写的真的很不一样。我这回写了一个活法。这不是稻盛和夫不是写的那本书对吧？那你讲的这个就包含进去了。你看你讲的短裤拖鞋，是的，这是种生活方式嘛，对吧？我原先是个从来不穿拖鞋，除了在家里我觉得那个很难受。这个不跟脚啊，但是我现在就很喜欢拖鞋。我觉得必定要穿上拖鞋才知道这个代表着一种生活方式。甚至我后来知道大马人把那种正儿八经的鞋称之为叫包鞋，这是一种啦。那我想讲的活法还有什么？我想你听听看有没有道理。包括我觉得我们到这里吃的更健康，呼吸水，空气。最近有点迷糊了。我对房子的感觉有点变化了。就以前要买房啦？不是要买房。你看我送Wilson去打球，每次旁边都是那些华人的屋子嘛。
你仔细看是很简单的，上面一层铁皮，然后砖瓦的房啊，里面也是暗暗的。现在你会觉得，哎呀，这个好像也不是那么大嘛，居住条件好像，哎呀，他们也不算很好，有可能在这里都住了好几十年了。但我清晰的记得，明明刚来的时候，我看到这些一个屋子啊，每间有独立的，哪怕是排屋，我都好羡慕的。我说哇，太厉害了，几乎是人人住别墅啊 ，townhouse 啊。这个我觉得他们住房环境好好啊，外面有小区花园，门口可以种花种草，自己有自己的一扇门哎。然后一整栋哎，那现在我怎么好像品味变高了啊？这个叫活法，我刷新了对生活环境的认识，感觉热带也不是这么热嘛，很舒服的。对啊，我们家到了晚上才开空调，每天都一样，这个太舒服了。这我问一个朋友也是，他说，我跟他讲到年龄啊，我说你快40岁了，祝你生日快乐。他说这个哎，每天都是一样的天气，一样的日出日落，他说好像也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。你看这里东亚的各种人，以前都没有机会接触的，最多的穆斯林的文化，我们去过清真寺，我们参加过开斋节，甚至于实践过封斋，就这种生活方式改变太大了。你就好比说啊，你在中国是叫生活模式 A， 是因为你生活在这儿，好，你从小生活在这个家庭环境中，你长成了这个样子，像一棵树。但是你不小心呢，到马来西亚完全是不一样的风土，不一样的人情，长成另外一个样子。就我居然有机会能够换一种活法。我觉得挺有意思的。家庭关系上，如果原先还是在上海的话，那么应该是很卷的。小孩子应该念初2了吧？啊，不知道他几年级了。肯定是一个非常压抑卷的，作业多得不得了。看小孩现在这么开心，我也觉得挺不一样。我们对孩子的要求也变化，哎，没有那么多要求啊。甚至于，哎，不知道从哪一集我们做节目开始说，哎，他念不念大学无所谓。以前肯定不是这样想的，这是我觉得活法的变化。OK， 好。再来一个你的好吧，更爱做菜。没有。那么是什么？就经常可能会觉得 Round 2，没事儿。大家看啊，我那写的叫没事。哎，什么叫没事啊？没事儿，就是你会发现人是难免犯错误的。在中国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说犯个任何的错误，天都要塌下来了。可是在这边你会发现说，大家对你的犯的错都是安之若素。然后你慢慢就会发现说，是啊，这个犯错了有什么大不了？你首先承认错误，然后承担责任，接下来就往前看嘛。然后不自觉的就会对别人也会犯的错，你会说没事儿。就 no big deal。对。哎，但你有时候，比方说我们送东西不小心送错了，感觉你还是很如临大敌，很紧张的吗？那是对自己的要求可以啊，但是别人犯错，你不会觉得有什么震怒啊？不会，你会觉得说这个怎么能够这样子？这是太不靠谱了，因为你发现说，那别人犯错就犯错呗，对。就是对其他人的要求降低了。对，当然你对自己，你还是会觉得说，我很想自己能够做得很，对啊，不要掉链子。慢慢来。所以啊，你这个是很明显的，连 Wilson 也感觉到了啊，真的吗？啊，有一次我在车上跟他讲一个什么事，好像有点想要 diss 你啊，就是说，哎，你看妈妈会就很生气啊，或者怎么样？哎，他说那个是以前的妈妈。OK， 他是这样说的。这种是怎么带来的这种变化呢？就我觉得这边社会还是很宽容的吧。还有就是你会发现，我们可能把事情就是一定要做的尽善尽美，或者说人是不能够出错的。这个好像这里的人不是这样想的，他们是更加像人一样的，是普通人、平凡的人。我们好像是要把人塑造成完人，然后甚至我回想我爸妈以前对我的种种要求，其实他们自己也没有做到。可是你会觉得说我做不到，因为他们长期对我有这样的教育，我会觉得我做不到是一种羞耻。哎，我爸妈为什么可以自己做不到，然后还可以非常义正辞严的教训我？其实我心里面是有不服气的。可是我发现这里面的人经常是自己对自己有这样的要求，对别人的这个过错是很宽容的。我觉得人不就应该这样吗？这叫宽以待己嘛。对，宽以待己是更高的一个状态了。我现在是要学会宽以待己。对的，你真的是要学会宽以待己。No big deal 嘛，你把自己当成另一个个体。对吧？对。我觉得我以前对我自己团队，还有对我自己同事们是经常说这样的话的，因为可能是职业上面这个需要展现出这个领导力，包括可能我也就是因为这样才能够自己升得比较快嘛。我自己承受过的很不好的 bossy 的老板，我不想他们也承受一遍，所以我希望他们是在宽容的条件下面、环境下面可以去成长。可是我觉得离开工作的环境，其实对于生活，包括对于你跟儿子。我经常是很苛刻的，也不允许你们去犯错。说明你们把我们当下属吧，这个我们要引以为荣，对吧？不，
那是因为这是以前我的心理咨询师跟我说过嘛，因为工作上能够给你迅速带来你的这个提拔，然后钱，还有各种认可。但是家人不是这样，对，家人不是这样，就是这很势利的一种表现嘛。挺好的。以后让我 Wilson 也来听一下啊，妈妈是这样想的啊，不要再怕犯错啦。啊，对。哎，对的。咱们学校校训不也是写着吗？什么 There is no failure, there is all feedback。对 ，learn from mistakes。你再猜一个。在家吃饭，有点关系啊。我写了一个叫美食啊，你说啊，其中一个改变啊，朋友们啊，叫美食是怎么说呢？我一度不太想承认，说我只知道吃饱没吃饱啊。但事实上啊，你对食物有了更多的认知以后，真的是很敬畏食物。然后你会发现原先的品味真的是不高的，那不得不承认。但是所幸呢，它是伴随着现在的品味，我觉得有点提高了。它包括 technicality， 就是你真的是可以品得出这是什么东西，什么味，然后每个东西为什么好吃，好像这个词汇、这个实践、这个记忆库变得更加丰富了。可能你就是真的是用心去体会你在吃的那个东西是什么。那我问你个问题啊，你能举个例子吗？有哪一种马来西亚的食物，你一开始来觉得哇塞，每一家都做得很好吃，然后现在你已经有自己的 taste， 然后自己 black list 跟这个 white list。我可以举两个极端的例子来比如说猪肉粉，那一开始我们吃了很多嘛，各家的嘛，一开始就觉得好吃，但一开始觉得好吃是鲜，只是这个东西打动你。但你仔细品味，你就发现，那你要挑这个肉碎筋肥的比例啊，肉香不香啊，这里面的那个粉肠，是不是苦的？虽然大部分是苦的，但我不排除能找到那些不苦的好吃的汤粉，每样东西就会有一些要求。那么另外一个极端，比方说像福建面，我真的到现在没有找到过好吃的，那个我是直观就感觉太油太咸，包菜这个太苦，但是我一定相信说这个世界上一定有好吃的福建粉，我们还要不要放弃，接着去寻找。我是觉得这个对美食的这个经验变得更加丰富了。对。同时你看，有可能是这个跟闲时多了吧，经常跟你去逛巴萨嘛。我最近1年是从不爱逛巴萨变得挺爱逛巴萨的。真的吗？对的。以前啊，我从小时候跟我妈去逛，就觉得哎呦，这个逛的脚上都是泥，在里面很脏，有臭味，是这样的。但是呢，我现在怎么觉得这里面的一个摊主都这么可爱？那倒是真的对吧？他那么和颜善气的背后是他的生计，他的生计背后又是他的一生的经验和他的家庭，有时候又会开始想象。再说在大马好像不是那种摩肩接踵，人流穿梭到让你站着都挺难受的。哪怕是最一般的小巴萨、旧巴萨，还有它有各种形态，有巴萨马浪，有巴萨巴基，有什么波尼欧巴萨，我觉得挺好玩的。就这边的巴萨，而且其实心态很平的。你看它，你不是，你买很少的东西，可能买一把葱啊，甚至买几只辣椒。这个也很好玩，辣椒可以三四只那种，就是细长的那个青椒嘛，你可以3、4只这样买。对，就金额很小，你会觉得他们是不是会给你2个白眼嘛？因为在上海的菜场有时候会这样感觉，但是人家不会，人家还是脸的，就是笑容满面，是很发自内心、很 appreciative 的那个样子，然后微微欠一欠身子，拿过你手上递给他的几块钱，然后真的是把东西给你包扎的很好。每一次 transaction 就是一种人情的交换，对，特别有意思，我很享受的。那么我再猜一个你的，我们就看一下大家的留言。Round 3 You have a green thumb， 更加爱 planting。没有，好失败啊！那你说一个。这个边界感，这个呀有点深啊，边界感啊，以前我们分享过这一期的。我说的边界感就是我们因为做 YouTube， 然后经常下面看到的留言，我发现大家的留言真的是让我学会了，就是他们不会像中国那些网民那样有爹味儿。键盘侠。对，并不会这个样子，所以我就深层次的思考，这些所谓的中国键盘侠都是那种什么，我是为了你好啊，不要觉得我说话很难听啊，这不就是一种没有边界感吗？一个陌生人他要跟你以我为了你的好的名义，然后来说一堆很难听的话，永远不给你 support， 然后这个不就是没有边界感吗？我觉得从马来西亚人身上，不管是我们的观众，还是我们后来由观众变成朋友的，甚至是我们自己去敢认识的这些朋友们，他们都是很懂心理学，他们懂得说陌生人从开始这样的，或者说来到马来西亚社会，他们会经历些什么，他们需要什么，他们会非常的照顾你的感受，然后只说一些对你让你会首先听了并不会我们叫撸顺毛的话，就是你听了会觉得说
好像来这里的生活又心里面会踏实一点。然后听到你说一些悲伤的往事啊什么的，他们也是会听下去，然后会告诉你说我也很难受，就是这种话你会觉得说要比那种上来就说那些都是为了你好啊，你看少死多少人呐、这种话他们不会有。而且这种非边界感啊，就强行的教你啊渗透进来的，往往体现在一种你看，就你刚讲的是很宏大的、很家国情怀的。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呢？我是发现大马人，对不起啊，大马人有时候也会那种比较说，哎呀，教你啊，我跟你讲是什么事情，就是关于吃的事情，对吧？对，这种江鱼仔一看就不好的啊，这个辣椒要去吃那一家的啊，这个酿豆腐那样做才好吃，这个大马人是很坚持的，是很有每个人都有自己那一套权威性在的，对吧？在这个时候，当然开玩笑啊，朋友们，相信你们可以理解。对啊。就你看中国人的中国网民这些视频下面的言论，我总结一下，他们的精髓就是你怎么可以这样？How dare you？ 对 ，How dare you？ 但是马来西亚人就是不是这个样子，对，他们马来西亚更多的是 I understand you。对的 ，I see you， 没有，我想说的是那个 Avatar 里面的这个 I see you， 就是他看到了你，他虽然不懂你，但他是努力尝试去理解。哎，那在中国就是 We are watching。对，还有你好自为之。对 ，OK， 来猜我了。你这都是宏大叙事，我感觉很难猜得到啊。没事没事，我们已经充分反映了互相不了解嘛。现在工作生活很忙，时间不够用啊。有一个类似的吧，赚钱。啊？你是很厉害赚钱吗？不，赚钱的方式发生变化。以前很大的特点是我们的赚钱基本上180%来自于工作，对吧？把自己搞得很疲惫，甚至你觉得脱离工作你会变得很危险。但是我们到了大马，因为是切断工作的嘛，不得不你就要去思考，那么还能怎样赚钱啊？我现在回想还挺有意思的。2023年1月份来，2023年5月份做了一个 YouTube，那么我就觉得说，我们是在打工，在 specialist 之上有了一个 own brand 叫 YouTube， 它有可能会帮我们赚钱。然后从2023年10月到12月开始啊，又学习让金钱为自己工作，学习财务。2024年的8月份开始，其实这个事情从3月就开始规划，一直到8月 OK 诞生。这个半年开始，紧接着相当于我们又做了一个 own brand， 但不是虚的，不是 YouTube， 是一个实体，是一个实业，是要你一包一包做，一包一包送，一个客户的联系、道歉啊，接受他的赞扬都有的，这个叫赚钱的不同。Round 4， 4个啦，还有最后2张卡。对小孩子变得像朋友一样。没有。哎，我这是塑料夫妻哦，再次验证了塑料夫妻。不猜了，接下来我们改变规则。好，你给我一个幽默感。我天哪，有吗？我没有，就是我觉得要向马来西亚人学习。王太觉得说，到了马来西亚变得跟马来西亚人学习和变化的改变。哎呀，这个嘴巴真的是幽默感。他说他有幽默感了，大家能感受到吗？我想观众是可以感受到的。经常有人下说，哇，听他笑得好开心啊，是吧？不，这个是只是生活当中乐事儿很多，这确实是。就我发现马来西亚人多多少少这个幽默感都是很厉害的。这种幽默感，冷幽默，他跟你的冷幽默还不一样，他说出来之后你会很想笑。比如说我们大厨这一家，你觉得都是挺有真的太厉害，生活气息。来举2个例子，灵魂。对，就前2天我们在大厨那边，他的妈妈给我们做擂茶喝嘛，大家都已经快喝完了，突然之间他妈妈想起来说 ，Auntie 说，哎呀，这个擂茶的灵魂没有给你们拿出来，就是那个香菜，对，他们叫盐水的那个东西，然后就心急慌忙的冲到那个厨房里面去给我们拿出来。结果走得太快，不小心整盆就掉在地上了。大家是呆坐在那里，不知如何安慰也好，或者是补救也好。突然大厨想起来说：“哎呀，没到3秒。”没有，他说这样更好吃嘛，这叫接地气嘛。对，他们拿过来，说灵魂，说没关系，我们就给他面子，说好，我们爱吃。然后确实很好吃啊，加了香菜的擂茶更好吃。对，所以我跟他说，这个灵魂是不是你这个姓林的这个林啊？那个大厨妈妈就跟我讲说，他们家的小孩都很喜欢吃擂茶，他还有另外一个孩子，知道他今天煮擂茶，就已经提前1天跟他讲了，说一定要留哦，一定要留哦，不留要翻脸哦。上次呢，这辣妈没人不开心哦，我们要翻脸哦。我说啊，还有这样的讲话，马来西亚人真的太可爱了，挺幽默的。对，我这边还认识一个观众，他有加我 WhatsApp 啊，James 说的就是你啊，就是他每次找我就发现他其实没事，他只是想逗我一下，知道吗？真的吗？他只是想到一个，我这么说很幽默，他就想来逗我一下，我说完他也就结束了。
其实你的另外一个朋友就是阿chu，也很幽默。幽默，他那个笑声阿秋啊，你笑的真的是跟打雷一样啊，就是这样的。不是他讲话也很幽默，跟他一起吃饭的话对很好玩。他是硬朗派的幽默，这是马来西亚人的幽默。对， OK 我们要向他学习。好，你还有一个声，你猜我吧。变得更胖了。好，我给你面子啊，就算你说对了，不焦虑。哦，轻快。有些人或者包括你，可能会觉得我本来也不焦虑，我就有更多的那种不觉得什么事情有这么大不了的，我就更加坦荡了，因为也重新去学习，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，怎样开始生活，怎样开始赚钱，还有呢，大家的那种开放，那种。哎呀，迪亚大巴啦，这种精神还是蛮感染我的，让我变得更加懒散了。再说，我们对小孩子也没有这么高的要求，真的。你说还有什么事会让我焦虑？对吧？自己能活下去就好了啊。当然，比起每天吃一碗猪肉粉，健康嘛，跟大家比起来，就是我们可能要怎么说啊？我们可能更多的是要关心自己的健康和死活啊，因为不像大马人可以。一马必看病啦，可以去马大医院挂号啦，对吧？我们确实这个为自己的生计要花蛮多的这个东西的，但基本上，哎呀，降低很多要求。你知道查理芒格讲了，我现在越来越理解他讲的这句话。你知道他说获得幸福的秘诀是什么吗？就是放低要求。对，就降低自己的要求。哎呦，蒙对了。对，那他还说，你知道如果你想要获得一样东西该怎么做吗？就是训练自己知足。对，就是让自己配得上它。那你把两句话结合起来，我的结论就是把自己的要求降低到配得上它，那么就不要它，就很简单。因为你不相称，他这个讲的是最简单的逻辑，但是是有道理。就如果不相称，你怎么可能拥有它？怎么会获得开心呢 ？OK， 对吧？就这么简单。Round 5。好，最后一个我不猜了，你们直接，我就知道嘛。你看我，所以我说不猜嘛。哦，还没有，我瞎说。哇，居然是这样讲哦。有勇气说肉麻化。什么叫肉麻化呢？是在猪肉里面加一点青花椒，叫肉麻化呢？很幽默。滚一边去。好 ，please。Madam Wang。这也是跟大家学来的嘛，打引号的，必须要打引号。我想说的肉麻话，就是我们有的时候，我以前的生活对不是那么熟的人，很少会掏心掏肺的去说一些看起来让人很肉麻的话。对，你的 safeguard 是很高的。我尽量不跟人产生什么情感上的接触。是。然后包括以前跟朋友的话，也是最多是，以倾听，然后很少去讲自己的一些事情嘛。对。然后我觉得就是云淡风轻，君子之交淡如水嘛。心里面有的时候汹涌澎湃，但是对别人说一些鼓励的话、安慰的话，什么拥抱一下，那个都是要花很大的鼓足很大勇气去做的事情。送人礼物也是。但是来这边，因为感受到了大家很多非常诚挚的这种没有来由的打引号的肉麻话，会给到我们很直接、很暖心的这个鼓励。还有就是为了让你开心，给你送礼物，然后买单，然后成为我们的顾客。然后让我就有勇气觉得说，如果我心里是这样想的，我能够感受到别人他正在经历的一些很难的事情，我也应该去做一些鼓励人的事情。包括通过我们欧卡，我们给一些顾客，我有的时候时不三的会送一些自己做的一些小东西。等一下，欧卡 ，For love we deliver， 我们的东西可以传递健康，把这个理念变成一种关爱，传递给大家，可以啊。对，继续。最近就这礼拜我们去送货，有一个顾客，我从来没有跟他见过面，我们是第2次去送货，他不是给了我们一包东西吗？然后这包东西里面有一份很珍贵的手写的信，而且他的信分2部分，一部分是写给我们2个人的，他就是讲述到了说他对中国人他有一个特别的情谊，他总是觉得说我们来到这边生活是不容易的，很长是有整整的1面半。然后翻过来的第2个半面，他是专门写给我的一段话。我就在想，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呢。后来我跟他聊天，我知道他上一次订购离这次已经有半年的时间，他经历了非常大的生活上的变化，个人变化，他经历了很多很难的事情。我心里面我很震撼，你知道吗？他说为什么隔了半年才订，就是因为我发生了这些生活上的变化。我其实很感恩他会把这些事情可以告诉我这样的一个陌生人。然后我如果站在他的立场上，我经历这些事情，我可能就直接被打倒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就说了一些可能以前我真的是不会，我可能对家人都不会说的话。对，我想如果下一次再去给他送货的话，就想抱一抱他吧。对，我也想做一些肉麻的事情。对。
你这眼神意思是让我现在就抱抱你是吗？不是，前面我以为你讲的什么肉麻的言语啊、行动都是只对我的，然后我听了半天，我算听明白了，跟你无关，跟我无关。对，真的。我也不是经常跟你说，哎呀，这个 I love you 这种话吗？哎呦，你辛苦了。来，最后一个，要猜一下吗？我也不猜了，我来帮你念吧。好，你帮我念，我先让大家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华人啊，你是改变称呼是吗？不是这么简单，是我今天在做节目前我想到的。我觉得，我对华人的看法有改观了。因为在我的世界观里，就是在我的小公头宇宙里面，我本来认为的华人就是中国人，对不对？这很正常。所有从中国出来的，他们的世界就只接触过华人是中国人啊，对，因为我们接触的大部分嘛。哦，你以前是这样想的啊？你不会说有个选择题摆在你面前说，请问华人等于中国人？你会逻辑思考说，不对耶，美国也有华人什么？但是你差不多是这样认为的，这是第一层意思。第二层意思是，你会认为，那么我们身边的人，都会有一些不太好的习惯，这是在中国的时候就已经可以认知到的。所以我们 get bored of our lives， 那我们就决定要切换一个生活，对吧？我们不妨直说。我知道有很多人是会说，哎呀，生活好美好啊，甚至于比方说疫情刚回中国就说，哎，你看这个菜我们吃的很好吃什么，我就不会，我们坦白，一定就是有不喜欢的东西，我们想换，就这么简单。但是到了大马以后，我觉得我有点被改变了，因为你会看到什么叫东方的生活方式，这一些他们也是华人嘛，就大马的700万也是华人，他们的生活智慧，他们的与人处事的那种和善、包容。对吧？家庭观念很重，然后呢，他不怎么去伤害到别人，很有同理心，就他也可以很好，这是一方面。第二方面，马来西亚是个中西结合的地方，所以你看，他们可以很洋气、很洋化，没有问题，从讲话开始，对吧？哎呀，我 catch 不到你的意思，明天我们到那里 meet 都可以，没问题，你可以 get。他们的生活方式用差，他们的思维方式，我觉得一点都不影响，这非常既包容又可以维持原先的好的那些地方，可以做得这么好。然后他们的墙上也可以贴着新年的春联，非常深刻美好的祝愿，不影响。他们的哲学也可以是仁义礼智信，也可以是礼义廉耻，不妨碍。这个就很大程度上改观了我，让我觉得华人有他非常独特、可爱，又有智慧的地方。华人原来的根是可能在同一片这个差不多的这个地方，可能伸出去，可是你会发现活法就不一样了。是。这样，昨天我们认识这个新朋友，他也曾经在上海差点被关那个 lockdown。是。我以为我已经忘记了这个事情，然后他开始讲这些事情，我是拼命压制住自己的眼泪，你知道吗？真的。然后我就昨天回去看了一下2022年我们正在封城的时候，4月17号我记录了一些什么。你知道那一天我写的是，我们买到了60包方便面，然后我一下子觉得说我们可以吃饱饭了。然后我爸爸给我们发了消息说，他的那个以前退休之前的公司给他们发了很多的肉跟菜，他可以给我们送一点。可是我们都被困在家里面，出不来。我写我们就相隔1.9公里，我爸爸的菜是多的吃不掉，而我们家是没有菜吃。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再见面，就那个时候我们是陷入这样的绝望。但是这个伤疤现在想一想还是觉得很痛，可能永远不会好。但是我也希望它不要去好，因为离开那个地方的话，我发现在这边的话，也许我不会再经历这样的事情。怎么会从华人讲到这个？就是生活在别处嘛，别处不一定是地狱啊。你在的那个不舒适的那个所谓的舒适圈，也许就是一个困住你的这个地方，你会越陷越深的沼泽。所以要换。对，挺好的，人都活了，很有趣吧？我们讲了10个，到了大马的改变。不是你的大马腔，我一直觉得有点像东北口音。你以前教我的什么大马华语的那几个发音，我用了一下，我就说成东北话。工作，工作是不是？真的就像东北人。不是，老妹儿不对呀。对。然后我们现在跟大厨，因为相处时间比较多嘛，我发现我们也东北话了。大厨因为酷爱各种
东北美食东北的菜就是说土豆丝儿，清炒土豆丝儿，他说不好，他说丝儿，对，还有就是这个味儿，就是这个味儿。对他认为说得快就是儿化音了，就是这个味儿。对，还有那个哎呀，那个，我天哪，我们两个现在真的是 OK， 差不多了。差不多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 OK， 好，那么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。是是是，好。OK OK OK 啊。